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若琳。今天这一期是你问我答，开始吧。Ready, go！ 很多网友想看到你的那个视频之后呢，会说你跳的10米跳台跳出3米板的水花。那么想请你答一下这个3米板和10米台的区别。其实跳台你需要靠自己的纯力量去完成你的动作，然后跳板它是有一个助力，就像一个惯性来去帮助你完成动作。但是你能力不好的话，还是会每天练的会有一些吃劲。像我练跳台的话，我是属于能力比较强的那一种，所以跳台上我的那套动作对我来说还挺简单的。挺简单的，应该这么说吗？当初跳板跳台的时候，为什么选择跳台？因为我还是挺瘦的，其实，所以呢，跳台上就是比较适合我这种身材，然后这种体型。跳板的话，我还比较稍微体重差一点，然后可能身高也不够，其实也不是选的。其实一般运动员大家都是先板台都练，然后看你练到后期专业了之后，你适合哪一种，适合跳台，适合跳板，所以我就比较适合跳台。然后我就在跳台这个路上就坚持下去。板它是有它自己的思想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每天练的时候，你得跟他打好关系。如果你不跟他打好关系，你一跳就感觉不行，今天这个板怎么都不适合我，就怎么都练不好。所以就是要跟跳板搞好关系。然后网友也会问，就是说咱们跳水有5个动作嘛，前2个应该是就是简单的，后面的是你自选的。这5个动作如果咱们安排的话，有什么可以方便？这就是双人的比赛。双人比赛是前2个动作必须跳2.0的一个规定动作，是简单的3.0的这种动作，但是它的最后的难度系数还是给你算在2.0，所以都是像我们都是选择的是比较简单的。然后它必须要有2个向后动作，然后我们女孩的话就会选201B 跟301B，就是因为简单动作跳向后的话，对运动员来说，对女孩来说，可能是简单的比较好去跳吧。因为你跳207这种，其实双人也不太好配，然后也不太容易拿高分，也不太容易跳得好。其实，所以我们都是选简单的动作，向后动作。然后3个自选动作是选向前的。这样的话，你因为提前打开的话，你能看到水，你就能知道自己是在一个什么位置，然后去怎么入水，怎么去压水花。当年那个惊天一跳振奋人心，很多人现在依然很难忘。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想的？就站在跳台上的那一刻，然后还有出水后的那种感觉。因为08年是我16岁吧，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然后又是在北京，当时那种心情你懂的，就感觉一个大奖砸我脑袋上那种感觉。当时最后一跳之前，其实我是偷偷有看一下那个积分牌，然后应该是有落后1.6分吧，因为海曼斯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的对手，我觉得稍微有点压力。然后上台之前我想没问题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，就是会默念这种。但是你站到台上，你这种信念感就一下就来了。然后因为当时是在北京水立方嘛，有很多国人就疯狂的给你什么鼓掌啊、呐喊啊，其实会给你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的压力。但是因为我已经整个就进入到这种比赛当中了，你旁边的声音其实对我来说不会太影响，但是紧张还是会有的。要跳下去之后，我觉得我是跳得不错，但是我起来之后看到海曼斯在那摇头，我想什么情况？我这跳得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摇头？然后我就看那个积分牌，一看，好像不错哟。然后就拿下来，就整场就像做梦一样。12年，其实比赛的时候还挺轻松的，就拿了冠军。但是08年到12年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，因为我经历了又伤病缠身，然后又生长发育，就是一度觉得自己好像要被淘汰了，产生要放弃了。我记得让我信心回增的是11年的世锦赛，在上海那会儿我还腰受伤了，打了封闭，就整个状态简直就是差到极点的那一种，就是我都那会儿都不敢上伸展台跳，因为我跳不动，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摔到水里，就不敢上去跳。后来比赛的时候可能
烧了高香了，就是可能是人品攒得比较好吧，就是一下我拿了冠军，一下那个信心就大增。到16年的时候，其实也24岁了嘛，然后身上伤病也是越来越严重了。那会儿压力其实挺大的，因为我知道这肯定是我最后一届奥运会。然后我跟我一个搭档又是一个小朋友，他也没有参加过奥运会，然后又有一些外界的压力，会说啊，陈若琳什么第3届奥运会啦，会不会拿5块金牌呀？这种其实挺难的，尤其是比赛的前一天吧，因为现在通讯很发达嘛，你自己在网上就会看到一些新闻，然后你看到吧就算了，你的朋友还会发信息给你，然后有的时候别人还会艾特你，这就很难受了。然后后来比赛的时候就把手机关机了嘛，也不看了。到第2天比赛，其实是挑战非常大的，又是室外，然后还是冬天，这样又冷，然后又僵，然后上去跳第5跳最后一跳的时候，我的小搭档，然后就说我说没关系的，就是跟平时训练一样吧。然后我们就跳下去之后，反正我是觉得那一跳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了吧，比赛的时候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动作。然后我的奥运之旅就结束了。你在跳水11年中保持51连胜，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所以叫天才嘛。姐的快乐你们不懂。那个点评你们体育界的刘亦菲对这种颜值粉你要说什么？这位网友是男是女，我想说真有眼光。不行，真有眼光。其实是因为国内的选手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，像全国前8名的话，你的水平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，所以是很难分辨出就是谁的分高谁的分低，所以你只能从每个动的细节来抠，就是看哪个细节不足，然后只能这样一点点，所以就会觉得好像说国内的裁判比国外的裁判要严格。其实因为我们大家水平实力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对中国运动员来说还是挺艰难的吧。训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？感觉训练的生活好神秘。好玩的事情其实比较少，因为我们的训练都比较枯燥，就因为大家是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做好，想要去拿冠军，想要去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成绩，所以平时像我们的训练是不太会有很多娱乐的事情。上报道上会说咱们要早上6点就要练起床练早操了，然后上午要练3、5、2，然后晚上呢我就睡觉。我们是1周训练是这样，1、3、5的话是大早操，因为是半天训练，所以我们早操是6点10分到7点45，然后练完之后去吃个早饭，上午是不用训练的，然后下午是2点钟开始练，会练到大概7、8点的样子吧，然后下午就是练专项，你路上的训练，路上的专项跟水上的专项，练完水上之后会再练一些体能的训练，然后246是要全天训练，所以我们早上就是练一些跑步啊，然后简单的一些小体能，练完之后到7点钟就去吃早饭，然后8点半开始上午的训练，上午就是练一些路上的专项训练，练完之后会练一点力量，然后拉伸一下，然后就结束，一直到下午2点45再去练下午水上的专项。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练的会比较辛苦的时候，就是上午你练完，有时候也会下水，水上练完之后，到下午再去练的时候，你头发都没干，就感觉可能中间都是那种没有休息了个寂寞吧，可能是。然后到下午练到晚上差不多8、9点这样子。然后星期天也要练，就是上午练可能是练一些小体能，然后练到11点钟，下午就休息。所以我们1周最期待的就是星期天下午。今天下午会有想出去玩或者是活动吗？这种想法？根本不想，因为练了1周太辛苦了，恨不得就是躺到昏天地暗的那一种。然后每天练完之后到睡觉之前已经几点？像我们到后期，因为年纪大了嘛，就会稍微好一点，不会练太晚。但我以前大概10几岁的时候，是练到晚上10点钟吧，就是因为你是差不多9点钟练完你的专项，
就是从跳水馆出来差不多是9点钟，然后你要去做按摩，按摩的话你最起码是1个小时开始，因为你要全身去缓解你的那个伤病。然后差不多1个小时按完了之后，然后我晚上还会去教练的房间，因为我小时候的姿态不太好，什么脚垫、膝盖呀、这些还得去压，然后去练这些，然后就差不多10点半了，回到房间就根本连玩手机的时间都没有就睡了，因为第二天早上6点钟又要起来。有网友会问，10米台，特别看运动员跳的时候不够远，然后短的时候头磕到台子上，这个下身就疼。然后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？或者你现在的时候遇到过吗？我小时候有遇到过，小时候是练跳板，然后就腿就是从板上这样哗刮下来，整个小腿一直到脚后跟那个皮都没了，然后上来就是血了呼啦的那一种，然后就这样可以理所当然的休息几天了。然后还有一次比赛，看到一个队员跳10米台，然后踩滑了，头就栽到台上，然后摔下去，上来就直接开瓢那种，然后就直接拉医院缝针去了。所以跳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运动，没有玩过的还是千万不要这样子。那你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会不会心里也很害怕，或者是腿也会很抖？不会。精神小伙。像现在这么辛苦的话，平时有没有什么放松休闲的活动？像平时的话，我们就会听听歌，然后看看剧啊，然后有时候会看一些综艺节目来缓解自己的一些压力。具体会听一些什么周杰伦的歌啊，然后薛之谦的歌呀，反正就是觉得好听的歌都会听。对，然后看剧的话，我看的比较多的是胡歌的《琅琊榜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好看的一部剧，就是无限刷的那种，只要一剧荒就开始刷。今天的这期你问我答就到这儿了，大家记得3连关注我哈。来，茄子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来，拜拜，3连哈。哎呀。